只比奶爸还高半头的小熊，就是虫洞的美少女壮士梁月。梁月非常的活泼，属于是那种熊来疯的性格。每次饲养员到外场给他放吃的，他都兴奋地扒着笼子跳摇摆舞，感觉他当时着急的一刻都等不了了。看他这摇曳的舞姿，就知道这虫洞舞王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。这天梁月本来正双目无神地趴在笼子上，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像是被打入冷宫的妃子。但当他看到奶爸过来了，又立刻两眼放光，站起来摇摆。但别看梁月长着1.9米的身高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只要他坐在那里，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奶娃娃。梁月今年去基地相亲，结果凉面、凉粉、凉虾都没带回来，只吃了一肚子的粮草回来。后来元芳把他安排在了小五的隔壁，梁月看到小五也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整天就像一个熊贩子一样，趴在围墙上偷看小五。有一次小五刚出来，梁月就兴奋地趴在玻璃上摇摆，把小五吓得赶紧爬上了木架，直到梁月看到了3姐盲仔，才算消停了下来。后来慢慢的小五和他熟悉了，还过来主动找六姨玩，结果梁月看到小五却害羞的走开了。所以虽然梁月长得熊高马大的有些唬人，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小甜豆。在2016年亚老二生下了罕见的3胞胎，但因为其中2小只的体重太轻，都夭折了，只有胖胖的梁月活了下来。梁月和侄子侄女于宝于贝一起长大，更是和于贝一起生活了7年的时间，直到去年的年底才分开。梁月是个直宝女，整天和侄女腻在一起，竹子也只吃于贝严选，于贝没办法，只好让着她，把手里的竹子分给梁月一半，自己的小姑还得自己来宠着。所以说梁月和于贝的天下第一好，真的全靠于贝的脾气好。是被媚珠治愈的一天，媚珠的背影在阳光下看起来金灿灿的，像是会发光，而且她还微微的歪着脑袋，这背影任谁看了都是心暖暖的。最近媚珠爱上了玩滑梯，但是她自己现在还滑不利索，需要饲养员陪她一起玩。太公让媚珠躺在上面往下滑，尽管滑下来时会摔一个大屁洞，她还是第一时间爬起来去找太公，表示自己还想玩。太公怕她屁股摔得太疼了，想让她趴着往下滑，但是媚珠不喜欢，那是自己硬生生的又爬了上去，让太公把她平躺着滑下来。后来太公不和她玩了，媚珠还想追上去咬她，于是外公就绕着滑梯跟媚珠玩起了躲猫猫。不得不说媚珠这孩子真的是鬼机灵，小年纪就知道抄近道了。只见她眼珠子一转，就从滑梯下面钻了过去，抄近道去抓太公了。媚珠性格很活泼，属于那种电量足，具有超长续航能力的一款小熊，但缺点就是开机比较慢，需要很长的唤醒时间。在媚珠开机的过程中，她是处于甜妹阶段，软软糯糯的。大梁外公抱她回家，她还会轻轻地依偎在外公的肩膀上，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而且单看大梁的背影，就知道她此刻笑得老开心了。但只要媚珠开机成功，那便是会从甜妹完完全全的蜕变成辣妹，活脱脱的就是一枚小辣椒，那是看谁不顺眼就开咬，平等的欺负每一位饲养员。媚珠也很会玩玩具，坐在木马上，还知道自己使劲摇晃，让木马摇起来。而且媚珠也真的很广东，3岁的年纪就开始打木桩练咏春了，她这是想往功夫熊猫的方向发展了。媚珠逃跑时的兔子跳也很可爱，一蹦一跳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。而且她现在这么小小的一只，就经常撅着屁股到处标记，像是在说这里是我的，这里也是我的。媚珠的领地意识那么强，恐怕等不到妈妈驱赶她，她就开始驱赶妈妈了。活泼可爱又鬼机灵的媚珠，已经成为了很多网友的心头爱。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贤贤大仔的正脸，小家伙的眼神和同胞弟弟贤贤小仔非常不同。贤贤小仔在圈养环境下被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眼神里尽是纯真与可爱。而贤贤大仔自出生就跟随妈妈一起参加野培，因为鲜少接触到人类，且生活在野外，他的眼神里更多的是坚毅和警惕。虽然他不似弟弟那般饭来张口，万事都需要自力更生，但是他也收获了自由。他们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精灵，如此美妙的风景，可能是弟弟一辈子都无法看到的。如今的贤贤大仔跟着妈妈，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的本领，即便是大雪封山，他也能爬上20多米的大树，趴在树杈上美美的睡觉，在远处不仔细看，真的很难发现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在细细的树枝上如履平地般走来走去，这超强的抓握能力和平衡能力，也能为他在野外生存多一份保障。贤贤也好爱他，小家伙爬树，贤贤不放心，就在树下守着他。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贤贤还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，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现在贤贤已经开始教他采食竹子了，小家伙拿着竹子啃，贤贤还帮他举着另一头，这模样像极了人类妈妈手把手的喂孩子吃饭。吃饱喝足后，母子俩还打着手电筒玩起了打雪仗。而另一边，贤贤小仔也坐在院子里欣赏着雪中的风景。两兄弟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，
但也都是带着对方的期许快乐的生活。你替我安乐，我替你自由。小宝贝啊，小宝贝，乖乖。看到木奶爸满脸微笑的趴在地上和贤贤互动的画面，这一幕真的感觉既温馨又令人感动。他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在照顾着他面前的毛孩子。虽然贤贤已经在野外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了，看他如今依旧是圆滚滚的模样，就知道饲养员为了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。雪中的贤贤显得格外好看，雪花粘在他的耳朵上，就像是戴了一副珍珠耳环。贤贤和木奶爸也格外的亲近，从他的眼神里不难看出他对奶爸的信任，他会跟随着奶爸脚步，一直走很远。这种信任也是木奶爸日夜陪伴和守护的结果。这次天台山下大雪，贤贤母子开心坏了。大晚上，贤贤倒挂在树上和儿子玩耍。由于母子俩半夜玩嗨了，以至于木奶爸第二天过来给他送早餐，喊了很久才把贤贤喊过来。虽然大熊猫很喜欢下雪天，但对于负责野培的工作人员来说，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。来看贤贤母子的木奶爸，脸冻得通红，手也冻僵了，而且山路崎岖陡峭，雪天路滑也增加行走难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厚厚的积雪下，可能也会有潜在的危险。在3年前，木奶爸在野外工作时伤了膝盖，他说他当时都哭了，但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再也不能上山，不能再奔走在一线，照顾这些他日夜牵挂的熊孩子。后来他积极的做康复训练，在今年的3月份，他感觉自己身体好了很多，即便是自己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还是毅然决然的向中心申请重返一线参与野培工作，主要负责在天台山参加野培的3对熊猫母子。如今他的膝盖在蹲下起身的时候还是会发出声响，但他还是坚持奔走在野培工作的第一线。当记者朋友问木奶爸说：“你会感觉到辛苦吗？”木奶爸回答说：“不会，因为我爱大熊猫。”一句“我爱大熊猫”基本上贯彻了他的大半辈子。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，才能做到几十年如一日的义无反顾吧。生娃后的小新首次亮相，现身四宝科学公园，和七仔阿宝做起了邻居。小新对这个安排貌似不太满意，刚出场就骂骂咧咧，那是骂完左邻骂右舍，小嘴嘟嘟囔囔的，听这声就知道骂的挺脏。小新内心 OS： 这都是给我安排的什么邻居？左边一个黄毛，右边一个扳手耳，看着都不像什么好熊熊。虽然小新骂的挺脏，但七仔和阿宝全程都是乐呵呵的，心想这美女的声音就是好听啊。小新骂得越大声，七仔就越是想靠近，最后趴在交流窗口上，静静地看着小新不断输出。后来小新走开了，七仔还很失落，一直坐在那里等小新。小新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泼，拆完大树就去拆木架，简直就是整活小能手。虽然小新已经当了妈妈，她依然很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，拿一块木头当梳子，认认真真的给自己梳洗打扮。还记得小新当山大王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早起2个小时去巡视自己的山头，走到陡峭的地方，小新还知道倒着下坡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山大王。据说曾经有只猴子偷了小新的苹果，被小新追杀了半个山头。后来小新去生娃了，就把山头交给了强生管理，结果强生巡山5分钟就要休息2小时。小新有个外号叫南瓜公主，看着她抱着南瓜大口吃的模样，感觉真的好满足。小新是熊猫界有名的吃播一姐，看她吃什么都感觉很有食欲，但无奈饲养员给的实在太多了，她经常吃笋笋累到叹气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。小新吃的多拉的也多，别的小熊都是拉青团，小新直接拉青蛇。我们的小新长得这么好看，她生的宝宝也一定很好看，好期待小新宝宝展出的那天呀。